大家好，老韩。现款的 Kia Sportage 呢是它的第5代车型，2023款上首秀哈。刚刚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有很详细的视频给大家介绍过。2026款上进行了较大的更新。目前26款产品呢，一共有3套动力总成，有2.5升的自然吸气的纯油版本，有混动版本，还有插电式混动版本。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2026款的 Kia Sportage 的混动版本。感谢各位朋友提供的帮助。本人的 AI 英语频道现已光荣上线，感兴趣的朋友欢迎订阅关注。感谢大家订阅、点赞、评论、转发、点亮小铃铛。2026款车型升级之后呢，它的外形尺寸在长度上比2025款是有一定增加的。那如果我们把市面上这些友商竞品外形尺寸做以对比的话，可以看到，之前我们了解 CR-V 呢是这个级别的尺寸担当啊 ，CR-V 的外形尺寸就非常大了。2026款 Kia Sportage 的轴距甚至比 CR-V 还要长啊，这个呢对拓展车内的内部空间是有一定帮助的。那在其他方面的尺寸可以看到，跟26款的 CR-V 差不太多。那至少目前我们从数字上来看 ，Kia 的 Sportage 它在外形尺寸和友商竞品相比，它是有一定优势的。在2026款的配置级别上增加了一个 S-Line 级别，这个级别呢在外观有着更加强悍、更加粗犷的附件装饰。那在参数以及动力水平上跟其他版本都是一致的哈。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入门级别混动车型的入门级别是有2驱车型的，其他级别全部都是4驱车型的。那今天我们看的这台呢是厂家的一款体验车，2026款 Kia Sportage 的顶配车型啊。这台车不含运费的厂家指导零售价呢是40390块。这台车的发动机、变速箱以及总装下线的工厂都来自于韩国工厂。26款的前脸呢进行了较大的更新，可以看到不论是灯组还是中网的设计，跟家族目前的最新设计风格都保持了一致。由小到大呢，比如说起亚的 K4、K4，包括大点的索兰托，还有 Carnival 前脸呢，都使用了同样的家族设计风格啊。目前起亚家族的外灯带呢，都愿意采用这种直线加上锐角的一个设计哈，显得特点还是比较足的。采用的都是堆叠式的 LED 前灯组，这台车的 LED 灯组呢还是立方体投影的。外面的灯带呢还用了比较流行的琥珀颜色哈，单独设计的前方雾灯采用的也是堆叠式的设计。可以看到前方中网呢也是跟前脸融为一体的设计了，一根亮条呢左右贯穿，似乎呢有把灯组灯带连接到一起的感觉哈。也可以看到 X-Line 的前方中网的元素造型跟常规版本是有些区别的。那这台车呢可能显得更加运动一些，但那个 X-Line 级别呢显得就更加凶猛一些哈。前方的摄像头，前方的驻车雷达。从侧面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造型呢跟升级之前差不太多啊，但是从细节上可以看到26款也进行了一定的升级。不同于这个级别，目前友商竞品对车辆的理解呢都是方方正正的、直棱直角的。Kia 的 Sportage 呢在侧面的造型显得还是非常圆润的，并且它在有着良好的长度跟轴距的前提下，前机舱跟客舱还做到了融为一体的设计啊，这个对拓展车内的空间也是有很大帮助的。可以看到车辆在下方呢有个前低后高的造型，但是在上方呢它有个非常欧系的向下压的一个感觉啊，这个跟目前日系的友商竞品的外观设计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从侧面配色上，包括装饰的附件上可以看到，既有黑色的装饰材料，同时呢也有亮晶晶的装饰材料啊。后视镜呢是电动折叠的后视镜，外壳呢用的是车身同色，上面有转向灯。后视镜的镜面呢都带有加热功能，2个镜面呢都不带有自动防眩目的功能啊。前面2个门子呢带有触摸式解锁、上锁的功能，后面2个门子是不带的。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价位的顶配车型上呢，打开车门，座椅呢司机位的座椅就有自动向后的一个功能啊。车门的开启角度呢非常大，当然呢也并没有像友商竞品非常夸张的做成90度啊，但这个开启角度就非常够用了。车门下沿呢把车体下沿包住了，4个车窗呢用的都是单层玻璃，没有使用任何的双层玻璃。以我的身高给大家做参考啊，上下这台车呢就是一个标准的紧凑级 SUV 跨界车的上下车的地板高度啊。这台车呢是顶配，用的2355519的4个轮子，可以看到轮毂的造型跟配色呢相对显得电气化范儿是比较重的哈，相对显得是比较运动、比较可爱的。全系的刹车系统呢都是完全一致的，前刹车盘呢使用的是直径12.8寸的通风盘，后刹车盘呢使用的是直径11.8寸的实吸盘。从后方来看，26款车型呢进行了适度的升级，升级的项目和幅度并没有前方那么大哈。后方呢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向下压的感觉，这个呢设计是比较欧系的。上方呢有个非常修长的尾翼，整合了高维制动灯，两侧呢有2个窗框的设计。这车呢有一个我比较喜欢的设计，就是它把后方的雨刷呢隐藏到了后尾翼的下方哈，这样显得很简洁，同样又非常实用。这个在目前车坛上这么设计的已经很少了哈。后方的尾灯呢，在26款它的灯罩全部更新成了透明的材质啊，可以
可以看到后方灯组的各个部分全部运用的都是灯带的形式展现的，并且都是 LED 的灯源啊。两个灯组之间呢，用一个黑色的塑料板连接起来，中间并不是个灯带啊。后方最突出的位置呢，就是后尾门的下方，下方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突出的保险杠平台的设计，在下方呢，大量的使用了亮黑色的装饰板进行装饰哈。倒车灯呢也采用分体的设计，把一个倒车灯呢放在了中间的位置啊，一个排气放在了右面，采用隐藏式的设计。这是这台车的钥匙啊，按键呢都在侧面。这台车呢也有人不用上车就可以车位使进使出的功能，今天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啊。后尾板内衬呢就是个塑料板了，上方没有任何的功能性。这台车呢，由于它长度和轴距都比较长，可以看到后备箱的进深非常棒啊，进深非常不错，这个应该比友商竞品做得好。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这台车由于它下方有一个前低后高的效果，它的后尾箱的下沿相对显得是比较高啊，上方呢又有个下压的设计，总体上可以看到后备箱的高度跟友商竞品还是差一些的，但是宽度跟进深非常不错哈。后尾箱的左右内衬呢，完全都是塑料材质的了。左面呢，可以看到这有个12伏180瓦的充电器插口，这有个放倒第二排座椅的拉手啊，这个非常不错。这个现在别说这个级别了，再高一个级别呢，后备箱都不一定有放倒第二排的拉手了哈。左右各有一个挂钩，下方有4个非常扎实的钩点。照明灯呢，只有一个放在了左面，放倒第二排的拉手、低音炮、挂钩。掀开盖板呢，大家可以看到这台车下面是有一个非全尺寸的备胎啊。谁说混动车型就一定不能有备胎了？我觉得备胎对于一台车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简单的随车工具备胎都放在了这个坑下面。当然，这个盖板呢，你还可以放到下面一层哈，就不给大家演示了。这是放到第二排之后的空间表现啊，空间显得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座椅非常平啊。26款的中控内饰呢，也进行了较大的升级。首先呢，整个的风格都发生了一定的改变，运用了很多家族目前通用的部件。再一个呢，用一个12.3寸的液晶仪表盘，连上一个12.3寸的液晶屏，组成了一个曲面的形式，放在了整个中控台的上方啊。只有前面2个窗户带有一键升降功能，后面2个窗户是不带的。这台车呢，顶配是有抬头显示的。方向盘左面的中控台上呢，也布置了一些按键。12.3寸的液晶仪表盘也是目前家族的通用样式，有2种显示形式，一种呢是极简形式，另一种呢是2个圆圈的形式。信息的显示和交互相对显得是比较丰富的，透过方向盘左面这组键子进行控制。26款车型的方向盘是一个比较大的亮点。首先呢，它运用了一个不规则的形状啊，并不是之前规则的圆形了。2026款车型呢，全系都标配皮革方向盘啊，方向盘非常粗，3.9点呢，突出的手型也非常舒服。再一个呢，它运用了一个2辐式的形式，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复刻了当年美系车的一个光荣传统啊。方向盘最左打到最右是2.41圈，26款混动车型的最小转弯半径呢是19.3尺，约合5.88米。再一个呢，我发现它把这个方向盘变成方形之后呢，有个什么好处呢？就之前我们也聊过，对于这种竖起来的液晶仪表盘呢，就当我把座椅啊、方向盘呢调节到适合我的位置的时候，我看这个仪表盘呢，方向盘总是遮挡了很多的读数哈。这次呢，它并没有改变仪表盘的布局，只是把方向盘呢简单的做成了一个稍微方形的形状，这样呢就把后面所有的读数全部都让出来了哈。这个也不失为一种解决办法。方向盘上的快捷键呢，也都是起亚家族这个通用形式了。只是这台车呢，它把驾驶模式和地形选择都放在了方向盘上啊。驾驶模式呢，这台车有经济模式、运动模式，还有自定义模式。地形选择呢，这台车有雪地地形、泥地地形和沙地地形。后面呢有拨片，灯光有自动开闭功能，有自动远光功能。这台车上呢，前方雨刷是有雨量感应功能的。即便是个顶配呢，它也只是给配了一个手动防眩目的内后视镜啊。26款车型的中央屏呢，很好的向驾驶员一侧进行倾斜啊，非常不错。它就是一个触摸屏了，直接拿手上去触就可以了。屏幕显示的清晰度、屏幕的反应都非常不错啊。全系呢标配的是6个扬声器的音响，这台车顶配有8个扬声器的哈曼卡顿音响啊。车机系统的软件呢还有无线更新功能，可选数字钥匙，标配起亚的 ASAD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 ，Apple 的 CarPlay、Android Auto 都有无线连接功能。可交互、可设置的项目呢也非常详细，非常多。这台车呢有全景影像，外部3D， 相对还是比较丝滑的。前方影像加全景影像，前方俯瞰，前方2侧盲区，前方广角，后方影像加全景影像，后方俯瞰，后方2侧盲区，后方广角。
显示的面积是比较大的，影像显示也是比较清晰的。这个目前在同价位的车型里呢是有很大优势的啊。即便它这个屏幕呢功能是比较强大的，下方呢也留了一个控制面板，而且这个控制面板呢也是家族的一个通用部件了。它有一套面板2套功能。一点上面这个按键呢，它显示的就是多媒体的控制以及车辆的设置；一点下面这个按键呢，它显示的就是空调的控制啊。全车呢是双分区空调，前方2个座椅呢带有加热和通风功能，方向盘带有加热功能。盖板推开可以看到下方有2个小口，一个呢可以在只充电和数据交互充电之间进行切换，另一个口呢只能充电。下方呢有个无线充电板，换挡呢是旋钮的形式，旁边的水杯架呢也是家族变形金刚的形式。既可以是水杯架，也可以把水杯架呢变成储物格啊，显得是非常方便的。中央扶手箱呢容积适中，里面有个12伏充电器插口。坐起来，现在我将座椅调到最低，大家可以观察一下空间表现啊，前排空间还是非常棒的，可以感觉到，尤其是在纵向和横向的距离呢，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当我把座椅调到最低以后呢，大家也可以观察到，它有一个把身体拖得相对是比较高的一个感觉啊，并没有陷在里面开车那种感觉，给人感觉呢还是以过日子为主啊，看哪儿看的都比较清楚啊。座椅呢也是目前起亚在中型车以下的一个通用座椅感觉了，各个部位呢够宽够长，给身体托付的都不错。填充材料呢并不是很软的那种感觉啊，相对的它偏向支撑的那种感觉。在这个顶配车型上呢，可以看到座椅的蒙皮还加入了一些反毛皮的装饰。前排2个座椅呢，全部都是电调的。主驾驶呢有2项腰靠功能，主驾驶呢有2项记忆功能。在用料上也可以明显感觉到，这台车呢比目前市场上同价位的友商竞品用的呢要稍微扎实一些哈。棚顶呢用的布艺材质 ，A 柱内衬呢用的是塑料材质。中控仪表台上方呢大部分都是软性材料哈。副驾驶前方呢上方软性材料，中间呢是很大面积的装饰板。下方的浅色呢，完全就是硬塑料了。落地换挡平台上所有的部件呢，全部都触手可及哈。大家可以看到，当我触碰各个部件的时候，不用身子向前探啊。材料呢，在上方这个平面可以看到，它用了很多的装饰板，侧面呢完全都是硬塑料了。坐在车内看窗框呢，是能够看到金属件的。窗户工作的声音呢，并不小哈。门板的用料呢，上方是黑色的软性材料，中间呢有一丢丢的浅色的塑料，中间大面积都是浅色的皮革材质，下方的扶手周围呢是黑色的皮革材质。在车门上呢还非常贴心的做起来一个凸起，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当你门子打开角度比较大的时候，你就不用费劲去够这个位置哈，拉这个位置就可以把门关上了，做的还是非常贴心的。下方呢完全就是硬塑料了，不过非常好的是它这个塑料显得非常厚实啊，边缘呢做的比较光滑。作为这个级别呢，在美国市场是过日车的主力啊，可以看到它前排的储物空间也非常不错，盖板下面呢能放点东西，这块呢有个比较大的储物格，中央扶手箱的空间也还可以啊，门板上呢有杯架有储物格，方向盘呢是手动4项调节的，大家可以看到调节的幅度呢还是比较大的。这台车呢是家族的顶配，可以看到它里面的配置呢相对是比较高的，比其他级别要高一些。那如果跟友商竞品相比，即便是顶配对顶配，它的配置也可以算高的了哈。另外呢，可以非常清晰的感觉到它的做工相对的是比较精致的，比目前同价位的友商竞品显得要精致一些，尤其是塑料件啊，即便都是塑料件，但可以感觉到它的塑料件呢给的厚实一些，同时呢边缘处理的比较光滑，不会有非常不合时宜的那种毛刺哈。也可以非常清晰的感觉到，在怠速的时候把车门关上之后，它的静音做的比友商竞品是要好一些的。还有就是进来之后呢，你不会闻到很浓的那种塑料的味道哈。坐在第2排呢，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它有个加高的效果，第2排的视线呢会比第1排高一些。空间大家可以看到，头部空间非常不错，腿部空间呢，这个座椅基本就算比较靠后了，腿部空间非常棒啊。那可以看到这台车呢，由于有优于同类友商竞品的轴距，那它内部空间的纵向距离表现得非常不错，不论是第1排还是第2排啊。第2排座椅也非常棒，大家可以看到第2排座椅呢，一个是各个部位都够高够长，而且在座椅的蒙皮上它也并没有进行缩水哈，该有反毛皮的地方呢还有反毛皮。再一个呢，它第2排的座椅似乎还有一定暄软的感觉啊，这个确实非常棒，坐在上面呢感觉也是非常舒服的。第2排座椅呢前后是不能调节的，椅背仰角呢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调节角度哈，这是椅背仰角最大。在配置上，后方空调出风口呢放在了前排扶手箱的后方，下方呢有个储物格，中央地板是有一定隆起的。这次前排的椅背呢做的还是比较考究的，可以看到功能性比较强。从最上方开始，上方有个卡槽，你可以卡一个手机呀，也可以卡一个 iPad 呀，供后方使用。下方呢左右各有个挂钩啊，这过日非常实用了。这块是个充电器插口，左右各有个皮兜子。坐在第2排看窗框呢，是能够看到金属件的。
第二排窗户的工作声音也不小。第二排门板内衬呢，上方的黑色是硬塑料的，中间的浅色呢是硬塑料，下方大片的浅色呢用的是皮革材质，扶手周边呢是黑色的皮革材质，下方呢就是硬塑料了。第二排的中央扶手呢高度是够高的，上方有2个杯架，每个门板子上呢还有个杯架。这车呢顶配标配的是大天窗，天窗的帘呢开到这，4个门框上面，每个门框上面都有个把手，这个并没有缩水。第二排把手、挂钩、照明灯左右各一套哈。第二排左右2个座椅呢还带有加热功能，加热的按钮呢放在了门板上啊。这车的动力系统呢咱们也不陌生，它是基于 1.6 升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搭载6速自动变速箱打造的混动系统，综合的最大马力达到了232匹啊。那这套系统呢，目前也是家族当中混动的主力系统了。就动力参数上来讲，这个比目前日系友商竞品的那个混动的参数要漂亮啊。那如果从实际表现上来讲呢，可以讲它也是可圈可点的。你就别说这么小的车了，之前咱们试过比这更大的车，同样的动力系统，动力表现也不含糊啊。低速呢，主要是电机驱动，这样就从很大程度上弥补了 1.6T 发动机在涡轮没有介入的时候那份无奈啊。而当涡轮介入呢，发动机全力爆发的时候，电机就停止了工作。那这样每个部分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大幅度工作，电机、发动机、涡轮，它们互为补偿啊，互为掩护，弥补了其他部件的先天不足。那综合起来呢，可以感觉到这台发动机的工作呢还是非常尽职的，同样也非常称职啊。至于那个6档变速箱呢，在工作的时候，你基本感受不到它换挡的顿挫感，只有你调到了运动模式，可以感受到高速低档强行做出来那种运动的感觉啊。但这种车啊，我还是觉得过日子属性更大一些，只要正常驾驶就好了哈，别整那个运动范儿。那大家清楚啊，像这个价位的混动 SUV 呢，在低速蠕动突然大脚给油的时候，发动机如果强势介入，都会传到车内一股强大的发动机的咆哮声。那坦率来讲呢，这个车也有啊，发动机在大脚给油的时候呢，它也会咆哮。但我个人觉得它声音控制的比日系的两田的产品声音控制的好，至少不会让你觉得踩一踩有点舍不得继续踩的感觉啊。声音呢比友商竞品做的要小一些。这车呢是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悬挂机械结构，各个级别的整备质量呢，大家看图哈。混动产品呢，它肯定比纯油产品要重一些，但是也可以看到 Sportage 的混动的重呢，并没有那么夸张啊。这车呢配的是270伏、5.5安时、1.49千瓦时的锂电池组，总体感觉到悬挂调教呢依然是以舒适为主吧，特别是在高速平路上的行驶，遇到个起伏的路面啊，悬挂也会放给车身一定的上下起伏的幅度，并不会像现在电车或者插电式混动车型不带空悬产品那么一点都晃不起来啊。低速的时候呢，或者压在路面细小坑洼或者凸起的时候，也可以感觉到悬挂会尽力的过滤一些，同时呢也会传进车内较为清晰的反馈，但总体感觉悬挂还是有一定韧性的，即使在山上跑啊，也是可以感觉到这个悬挂呀对侧倾的支撑还说得过去，至少不会软的一塌糊涂啊，当然它也不会硬的让你难受。刹车整体表现还算可以吧，属于这个级别应有的表现。但它这个刹车调的我觉得挺舒服啊。刹车踏板首先很紧致，其次呢，这个刹车踏板这个反馈力度比较一致啊，不会觉得前半脚很轻，后半脚很重那种错觉，这个还可以。方向盘的转向力度是比较舒服的，低速比较轻，高速比较稳。这力气小的女士呢，开起来不会有问题。噪音我觉得它在同级别的混动车型里也算控制的不错的。高速的时候呢，风噪不大，胎噪声音是不小的。发动机呢，你只要不大脚踩油啊，基本不会很亢奋的那种声音。这车呢，在有拖车刹车的前提下，最大拖拽能力是2000磅啊。混动的车型呢，配备的是13.7加仑、51.86升的油箱。EPA 公布啊，2026款的混动 Sportage， 它的前驱车型的综合油耗是42 mpg， 约合5.6升每百公里；四驱车型呢是35 mpg， 约合6.72升每百公里。这2天开下来呢，就洛杉矶这种堵城啊，然后这次活动的场地呢又在好莱坞，见天就是堵车，堵的是没完没了的。这时候混动车型的油耗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油耗表现呢，我觉得是可以达到 EPA 公布的那个数字的哈。当然，这要是油车呢，这2天的油耗肯定是高了不少哈。综上就是这台2026款 Kia Sportage 混动顶配版本的体验视频。整体上来讲呢，26款车型相对于25款车型升级还是比较大的，在外观内饰都进行了大幅度的升级，跟目前家族的统一设计风格保持了统一。从内部空间上来讲，它的纵向空间、它的前后空间是有优势的啊，不论是第一排还是第二排，
第二个，我们从这台车顶配的角度可以看到呢，这台车的配置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丰富的。相对于目前友商竞品的顶配车型来讲，它的配置显得更有诚意。从动态表现上来讲，这台车的混动系统呢，表现的还是可圈可点的，有机的将燃油经济性和动力性融合到了一起，充分的考虑到了消费者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使用痛点。2026款的 Kia Sportage 如果相对于目前市场上的友商竞品来讲，首先我感觉到它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同样的配置呢，它相对比较便宜一些；那同样的价格呢，它的配置相对比较高一些。其次呢，是在空间上它是有一定优势的。还有就是它是韩国工厂总装下线的，在做工上明显可以感觉到更加细致一些啊。当然还是那句话，大家喜欢哪个买哪个，别控制。以上视频，谢谢大家。